上一期中说到，和之国第一美女花魁小紫登场，冷酷无情、见利忘义，这些词汇用来形容小紫绝不为过。这样一个女人是和之国上下男人们的憧憬，也是将军大蛇最喜欢的青楼头牌。九里边立村，陶之助正在发愤图强地练习剑术，小玉坐在一边静静观看。闲聊中，陶之助向小玉透露自己有一个妹妹叫做光月日和，如果还活着的话，应该已经26岁了。虽然有人看到陶之助的母亲石大人死了，但是从来没听人说过看到光月日和的尸体。陶之助坚信日和一定还活着，潜伏在和之国的某个地方。小玉笑了笑，如果能见面就好了。陶之助非常坚决地说道，在下不会见他，日和的身份如果暴露就会被大蛇盯上，只有这次讨伐鬼之岛的战争胜利了，在下才会去见他。老康带着索隆去往惠比寿村，一路上爆笑不止，索隆一头雾水，这家伙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还这么高兴。惠比寿村是花之都的简陋村，这里和路飞他们之前到的村子不是一个地方，不过同样住满了穷人，四处都是茅草屋，地上时不时的能看到破损的锅碗瓢盆。老康大喊一声，我回来了。村民们陆续从房屋里走出来，和老康打招呼，老康你回来了，就算你回来也没有吃的哦。村民一边大喊饿死了，一边捧腹大笑，好像肚子饿是什么开心的事情。索隆表示很懵逼，你跟我说这里是精神病村我都信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夸张的一顿爆笑？老康站出来说道，据说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才会笑，如果不笑的话不就太亏了。索隆满脑袋问号，这就是你们发疯的原因？这里的人看到任何事情都会哈哈大笑，肚子饿了会笑，牙齿掉了会笑，看到陌生的索隆也会哈哈大笑。只有索隆一脸严肃，一个女人走上前强行拉开索隆的嘴角，笑一笑10年少，来笑吧，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。索隆心里嘀咕，可不是吗？路飞就很爱笑，现在被关进采石场做苦力去了。老康问大家，那位大人有没有来过？老康口中的大人就是穷人们的救星丑三小子，在人们困扰的时候他就会现身。虽然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，但是他会偷走黑心夫人的钱，撒在穷人的院子里，然后离开。索隆恍然大悟，我知道，不就是脸上戴着麻将牌面罩的马匪吗？因为有丑三小子给大家撒钱，大家可以去买干净的水和食物。一个小女孩将一杯干净的水端到索隆面前，请索隆喝。索隆摆摆手拒绝，小女孩笑哈哈地说道，这是干净的水，喝了不会肚子疼。周围的人围过来哈哈大笑。老康靠过来说道，不要客气，大家都有权利喝水。索隆拿起杯子一饮而尽，众人高兴的又笑又拍手。这里是惠比寿村，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，反正哭也是穷，笑也是穷，不笑就亏了呀。索隆静静地看着大家，心中不再把他们当成精神病，他微微扬起嘴角笑了。简陋村的人吃不饱穿不暖，花之都大蛇城中，新鲜无污染的美食排着队的端上餐桌，这些美食端到大蛇面前，大蛇一摆手，一句我不想吃，新鲜的美食就会被倒掉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大蛇将军打翻了美酒，猥琐地问道，美女准备好了没有？属下忙回答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大蛇哈哈大笑，露出了美食美酒都无法满足的幸福表情。忍不了了，必须要看一眼这些美女。大蛇不顾手下阻拦，一把拉开房门，看到了包括罗宾在内的众美女。大蛇非常满意，哈哈大笑，立即命令属下召开宴会。这些美女虽然都很好，但是大蛇只钟情于一个人，那就是小紫。宴会开始了，但是大蛇却到处找不到小紫，气得要发飙。随着一首小紫专用 BGM， 花魁小紫踏着缓慢的步伐，慢慢地走进宴会场。小紫一如既往的会撩，撩得大蛇春心荡漾。大蛇一把揽过小紫，心情大悦，招呼家臣打手们纷纷入座，放开了吃，放开了喝，伙计就要到了，就当是火鸡前的狂欢吧。罗宾趁着大家都吃吃喝喝忙于狂欢的时候，自己偷偷拉开门溜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娜美和小忍也迅速到大蛇城集结，开始了情报搜集任务。而在庭院的水井里，还有一直潜伏在这里等待多时的布鲁克，他利用自己灵魂出窍的能力，无障碍探索各个房间。在一间锁得严严实实、看起来十分可疑的房间里，布鲁克看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——历史正文。这家伙简直就是历史正文探测器。罗宾来到一个看上去非常老旧的房间里，四处摸索，寻找可能存在的机关暗格。突然，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大群人，这些家伙是比武士更可怕的对手——忍者。罗宾这种警惕性一直在线的人，竟完全没有感知到这群忍者将自己包围，可见这些家伙身手多么高强。他们是和之国将军直属忍者部队，大蛇御庭番众。黄昏，山寨还在自己的面摊前忙活，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准备。
带着烛光的罗跑过来给山治通风报信，让山治赶快离开这里。山治非常冷静，如果是为了刚刚打架的事情，我是不会怕的，来2个我就打1双。罗摇摇头，这次来的是很棘手的人，而且和你我都认识。被山治教训的那几个混混得到了老大狂死狼的授意后，直接跑去找到了奎因。奎因派出2个杀手，是真打中最强的6人组其中的2人。凯多手下的干部真打原来也有实力高下之分，大部分都是像河马哥一样的弱鸡，不过其中6个精英被称为凌空6子。这次奎因一次性派了2个凌空6子，分别是德雷克和佩吉万。德雷克比较棘手，因为他认识罗和山治，而且随他而来的还有小弱鸡霍金斯。这个佩吉万是龙龙果实古代种棘背龙形态，变成恐龙的他在街上四处寻找桥面店，看到一个摧毁一个，十分霸道。这时山治已经和罗、弗兰奇、乌索普溜进小路，偷偷摸摸的跑路了。罗和3人简单分析了一下事情的严重性，总之现在大家已经暴露了。不过光是他们几个人被抓还好，如果光月家族的计划也暴露的话，那么杰瑞们等人策划了20年的复仇计划就全部泡汤了。所以万一被抓住被拷问，绝对不要说出光月家族和毛皮族的事情。总之一句话，被抓住了就什么都不要说，等死就行了。乌索普大惊失色，反驳道：反正如果我被抓住了，我就要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保命。山治怒道：你还有没有点骨气？我来保护你吧。乌索普得意一笑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弗兰奇笑了笑，只要不露脸就行了吧，我有办法。只见他按住自己的鼻子，启动新发型，完美的将自己的脸遮住，这样就算战斗也不会被发现了。罗看了看弗兰奇那极为醒目的身体，摇摇头，尽量还是不要战斗的好。几个人跑着跑着，从街巷中传出女人的喊叫声。佩吉万正在大肆搞破坏，群众们尖叫着表示抗议。佩吉万非常蛮横地说道：要么就把那个山五郎喊出来，要么我就继续破坏下去，否则就把你们一起吃了。大家没办法，只好呼唤山五郎的名字。山治停下脚，别人的求救声他可以不管，但是女人的求救声他不得不管。山治终于忍无可忍，冲出去对准佩吉万的脑袋就是一脚，佩吉万轰然倒地。群众们看到山治后一声尖叫，大家认出了这就是打跑了狂死了一家流氓的那个人。佩吉万爬起身，用电话呼叫了德雷克。山治左右看了看，这里的房子被眼前的恐龙妖怪汇成一团，不揍他一顿实在是说不过去。罗劝山治赶紧撤，如果德雷克和霍金斯来了，他们就会被认出来，那时候唐望堂和红衣海盗团就会成为被重点打击的对象。山治大吼一声：不要担心，我既不会被认出来，也不会被打败，因为我有他。山治从衣服里掏出一个黑色铁罐，上面写着3，这是文斯莫克家族给山治的战斗衣，山治的附加能力要曝光了。使用之前，山治还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堆，试图让自己心里的反感情绪减少一些。暂时穿上这个东西，不会堕落成吉尔玛的。这可是和4皇海盗团的战斗，一味的犹豫可能会错失拯救他人的机会。山治双手启动黑管子，一束光芒闪过，美少年变身。一顿奇奇卡卡酷酷的变身之后，山治变成了一个一身黑衣的假面战士。山治给自己起名为荞麦假面。那么山治战斗服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是吉尔玛66的3号战斗服隐形黑。罗突然说了一句：山治一惊，你小子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罗面无表情地说道：这些年的北海都是常识，而且我也是海上战士索拉的公正读者，最讨厌卑鄙的吉尔玛。山治大吼：我也讨厌，所以你给我闭嘴，不要再叫我吉尔玛了。佩吉万突然发起攻击，山治双腿稍稍一用力就飞了出去。山治的体术加上吉尔玛战斗服的属性加成，简直就是如虎添翼。山治的速度更快了，而且不用跃步就可以在空中漂浮。不仅如此，吉尔玛披风还可以做盾牌，就算是佩吉万这种大恐龙的攻击也能轻易挡下来。最厉害的当然是山治战斗服的特殊功能隐形，用科技将背景投射到全身，看上去就和隐形一模一样。山治在佩吉万的下一波攻击来到之前启动隐形功能，原地消失，之后对佩吉万一顿猛踢。果然是科技改变生活，山治一辈子的隐身梦想居然没靠果实能力，而是靠家族的高科技给完成了。这一刻，山治应该完全可以原谅吉尔玛66对他做的一切了。山治看着自己隐形的手臂，喃喃自语道：我一度破灭的梦想居然被最讨厌的吉尔玛科技实现了，多么讽刺啊！我要好好利用这股力量。梦想中的女澡堂，哦不是用来保护伙伴。佩吉万被山治胖揍一顿，十分不爽，变身成龙人状态和山治大战一起。山治让大家先走，自己就拿眼前的这个人不人龙不龙的家伙测评一下吉尔玛的战斗服。罗带着弗兰奇和乌索普逃离现场，一会儿这边就会引来一大批敌人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山治对着佩吉万一顿暴踢，但是这个家伙是真的扛揍，真打真的耐打。山治感觉自己对战斗服的使用差不多上手了，不再理会佩吉万，腾空溜走。囚犯采石场兔警，卡利布还在厚脸皮的缠着路飞：老爷，如果你要越狱，一定要带上我呀，只要我们俩联手，那就天下无敌了。
路飞摆摆手，我们俩联手叫橡皮泥组合吗？滚去找基德联手去，少过来烦我。基德，卡里布慌忙摆摆手，那家伙风评特别差，据说去了大妈单挑，被大妈砍了胳膊。闭上你的嘴！基德一锄头甩过来，差一点磕爆了卡里布的脑袋。你从哪里来的这么不靠谱的消息？老子这条胳膊是被红发砍掉的，而且接下来与凯多的战斗中，打败凯多扬名立万的一定是我。路飞一听就火了，丢下锄头与基德大吵起来。凯多一个人躲在鬼之岛的山洞里喝酒，属下紧急来报，和之国海域发现大马海团，他们正拉着鲤鱼向瀑布上攀登。凯多一愣，他们怎么知道登上瀑布的方法？属下说道：“大马海团的情报收集能力可是业界第一呀！”凯多酒壶一甩，给我继承他们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登陆和之国，敢来我就杀了他们。和之国海域，大马海团的女王妈妈圣歌号正在攀上瀑布，凯多布置出去的防御战斗团队用大炮猛轰大马海船。不过这对于大马海团的这些高手来说就是雕虫小技，大马的众多儿女一人一招就攻破了凯多的7条防线，直奔和之国。最后一条防线上，凯多海团准备了大量的重武器等待大马海团，由义哉奎因亲自指挥。大马操起皇帝剑拿破仑，一招微果打出去，瞬间击破这和之国最后一条防线。女王妈妈圣歌号在鲤鱼群的帮助下登上了瀑布，奎因等人慌作一团。坐镇在后面的凯多站起身，吼道：“慌什么？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这可是全面战争！”火呆劲默默地转身走向外面，没必要悠哉地等他们，不就是一艘船吗？看我搞定他！劲跳下悬崖，随即变身成为身上燃着火焰的无齿翼龙，飞向空中。劲的果实能力是龙龙果实，古代中无齿翼龙形态，公认的3代中最强的角色。大马一行人成功攀上瀑布，非常得意，眼看就要越过瀑布进入和之国了。劲从上空飞了下来，大马海团立即开枪迎击，劲躲开了子弹，飞了几圈绕到大马团的后面，劲飞起一脚将女王妈妈圣歌号从瀑布上踢了下去，不会让你们踏入和之国的，吃屁去吧！全团随着海贼船直接坠落下去，大妈大概是体型太大了，和众人分开，掉进了瀑布上面的漩涡之中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